大家好，我是劳拉。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家安装一个炉子的过程。在开始之前，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位朋友 Victor。其实我在我的第9期视频已经介绍过他。他和他的夫人 Glodia 在我们这里开办了一所学校。他非常喜欢中国文化，曾经自己看着网络上的一个视频，自己建造了一条中国龙，然后在他们的学校开办了一个中国文化节。在节日当天，他带着学校的孩子们舞动了这一条中国龙。这个事情让我们非常非常感动，他对我们也非常非常好。这一次安装炉子就是他来帮助我们完成的。如果您有兴趣，您可以回看我的第9期视频，我在那一集视频里介绍了他和他的学校。他有3个孩子，这3个孩子也非常棒。在疫情期间，他们还发明了一种简易的呼吸机，得到了表彰，特别棒。在今年，他又制作了一件带有中国文化的工艺品。这块石头的形状是乌拉圭的地图的形状，他在上面自己雕刻的蝙蝠的图案，还有我们的中文，这些都是他自己制作的，然后又把它放在了自己制作的这个支架上。这是他的孩子们做的包子。这个位置 OK。 在乌拉圭不光物价贵，人工更贵。我们先说买的这个炉子，就是下面这个部分差不多是400美元。买了炉子以后，你必须还要买管道，管道又花了160美元左右。我们就咨询了一些安装的工人和公司，问下来他们安装的价格差不多都是要400美元左右。后来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 Victor， 问他就说这个价格合适不合适。因为在乌拉圭我们发现，当然也有本地人告诉过我们说，在报价的时候他们会看到我们是外国人，可能报的价格会偏高一些，所以我们经常都会请本地人帮我们看一看这个价格是否合适。因为之前 Victor 在 Facebook 上发了一些他自己在家制作这个炉子的视频，他特别的厉害，他把自己家弄成了一个集中供暖的一个方式，就是在他们家的中间放了一个炉子，然后他自己又安装这些管道，把这些管道布满了他的整个的房子，楼上楼下全部都用这个炉子来供暖，特别棒。所以我们就说，那请 Victor 帮我们看看这个价格是否合适。然后 Victor 就跟我们说你们不用请人来装了，我来帮你装就行了。我们一听我们就特别不好意思，最后我们还是请他来帮我们安装，我们相应的送了一些礼物给 Victor 表示感谢。我今天就把这个过程分享给大家。其实我们家有炉子，我们家有3个炉子，在我们家的一进门就能看见一个古老的一个陶炉，我们从来没有用过，因为用之前要请公司来清理一下它的管道，我们嫌麻烦，就从来没有用过。在客厅里还有一个现代化的一个炉子，这个炉子呢也很大。当时我们买这个房子的时候，前房主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炉子很贵的，好几千美元。这个炉子是从西班牙进口的，特别好，这风是可以送出来的那种。可惜呢，就是我们不是经常在客厅，我们那个房顶得有7、8米那么高，所以要烧暖那个地方要很多的木柴，我觉得特别的不环保，我也不喜欢在客厅待着。在这个主卧呢，有一个这个壁炉，这个壁炉我觉得特别的没什么用，它的热量全部都跟着那个大烟囱给跑掉了，所以我一直就想装这么一个炉子。那今年6月份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实在是太冷了，我必须装一个这个炉子。好，那就请了 Victor 来帮我们装。
多了，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。这些我们2个是根本无法完成的，他太厉害了。你知道吗？他把他们家弄得可漂亮了，他把他们家那个后面弄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水池，里面还养了锦鲤，然后又是烧烤，又有游泳池，特别舒服。他们那个家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，就是维克多利会想方设法的把他们自己家弄得很舒服很舒服，特别特别的棒。装这个花了1天的时间。我们买的这个管道的质量也不是很好，特别薄，这些其实都是从我们中国进口的，但是他们进口的这些东西质量都很一般。当然这里也有很厚的卖啊，但是那个价格就更贵了，要贵出去很多。我们就想反正这个管道也是要换的嘛，它也不是可以用很久用一辈子的那种，所以我们就说那就先买这个用着吧，到了不行我们再换就是了。我说的这些价格啊，还只是从网上购买的价格，如果你要从实体购买的话，这些价格会更贵。乌拉圭的冬天虽然不下雪，但是是那种阴冷，特别是我们住的这个地方是海边，这里也没有集中供暖，全是靠烧木柴，特别不环保，但是也没有什么办法，你只能是入乡随俗咯。冬天烧的木柴是可以买的，是5000比索1吨，相当于是110多美元1吨，其实也不能烧多久。它这里是要用那个高温胶的，然后再用螺丝给它上紧，所以在乌拉圭的生活成本还是挺贵的。如果说不想烧柴的话，你就用电，那电就更贵了。乌拉圭的电是特别贵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据说是乌拉圭是清洁能源发电，而且电力过剩，那为什么电还这么贵？这一点上我百思不得其解的。当然乌拉圭的汽油也贵啊，反正总之乌拉圭就是贵。我们是偷了个懒，就把这个直接就通到了我们那个大烟囱里面了。之前我们请的人，他们是跟我们说要重新弄一个烟囱出来，可是我们家的顶不是草顶嘛，我们就觉得不太安全，为了安全和方便起见，我们就直接把它通到了大烟囱里面。你看，这就是我们的小炉子。现在我剪这个视频的时候已经是12月份了，现在已经是乌拉圭的夏天了，拍摄视频的时候呢还是冬天。有了这个炉子，我们今年冬天真的是好过了很多。这个炉子就是太小了，但是我依然还是在上面炖肉啊、煮汤啊，在上面烤香肠啊、烤土豆啊、烤红薯这些。反正我觉得有了这个小炉子以后，我们这个冬天过得还真是挺温馨的。好，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的观看和陪伴，咱们下集再见吧。哦，对了，因为我们这里都忘记到了，今年我们还是决定要把民宿打开，所以我这段时间可能更新就不会1周1次了，到时候看情况吧，有时间就更。谢谢大家的关注，咱们下集再见吧。